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白金汉公爵与英王詹姆斯的香艳故事。英国国王詹姆斯6世及1世的母亲是自小在法国宫廷长大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在法国的这一段可以观看我们频道里的毒舌王后，里面有部分介绍。在玛丽回到苏格兰并被苏格兰贵族驱逐后，她年仅1岁的儿子詹姆斯成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6世。之后，玛丽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1世处死。伊丽莎白1世是亨利8世与安妮·博林的女儿，在狼厅里有对她身世的详细介绍。对于又没有钱又没有兵的詹姆斯6世来说，为了获得英格兰给予的1年4000英镑的资助和王位的保障，他也不敢对伊丽莎白处死亲生母亲有任何的谴责。当伊丽莎白1世死后，作为表侄外孙的詹姆斯6世顺理成章地入主英格兰，同时成为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6世和英格兰的国王詹姆斯1世，合称詹姆斯6世及1世。所以他身边有一些苏格兰大臣也不奇怪，特别是第1代苏格兰宠臣萨默塞特伯爵。詹姆斯1世被评价是一个软弱的君主，但他却是巧妙地平衡了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诸多矛盾，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他私生活混乱，却被认为是利用毫无根基的白金汉家族，成为自己的白手套敛财。他被描述为言语粗鲁，但他却是个博学之士。他发明的专利权和颁布的专利法，为未来英国乃至世界的工业革命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在位几十年间没有给国家人民带来战争或宗教迫害的伤害，姑且也算是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国王。上一集我们讲到，亨利在母亲玛丽的安排下试图接近国王，却意外地失败了，郁郁寡欢。现在又有一个机会来到眼前，大卫告诉玛丽，国王要去看赛马，他可以为乔治在路上制造一次偶遇。而且这次国王与王后同车，没有萨默塞特在旁捣乱。但事实是，路边早已站满了想要被国王挑中的男人，大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里3层外3层的等待着国王的垂青。国王的马车飞快地疾驰而过，乔治努力追赶，结果摔在泥地上，计划又一次失败了。这时候的玛丽还在忙着安顿她其他的孩子。大儿子约翰有精神疾病，犯病的时候，他掐死了家里养的宠物狗。玛丽让乔治补了一枪，伪装成乔治意外打死的。可这根本瞒不过佣人们，约翰的状态令佣人们议论纷纷。玛丽觉得必须尽快给约翰定一门婚事，她看中了大法官的女儿，为此邀请大法官爱德华·科克一家来吃饭。大法官的妻子是一个继承了巨大遗产的2婚寡妇，她不仅当众揭穿了约翰有精神疾病，还鄙视玛丽的出身，更是把玛丽和4个孩子全嘲讽了一遍，然后领着女儿傲慢地离开。这巨大的侮辱让乔治更加希望快点搞定国王，于是母亲决定主动出击。她通过大卫见到了王后，向王后承诺自己和儿子绝对的忠诚与服从。于是王后给乔治安排了露脸的机会，又将他单独引荐给了国王，顺利受封为爵士，身为侍卫陪伴身边。发现被人钻了空子的萨默塞特愤怒不已，在国王面前就粗劲大发地摔东西。就在乔治一帆风顺之时，玛丽得知有人找到了律师，从律师嘴里问出了玛丽买身份的事儿，并让律师签了一份真相说明。他猜测是大卫干的，这么干是为了控制自己和儿子，于是他偷偷下毒，毒死了大卫和他的侍卫，却没想到侍卫没有死。他偷偷拿了那份有律师签字的说明，交给了大检察官弗朗西斯·培根。在国王的狩猎活动上，萨默塞特出言挑衅，乔治毫不让步地怼了回去，两人之间的矛盾升级。国王从中调停，避免了一场冲突，但显然国王开始对乔治这个小鲜肉产生了兴趣。这个操着流利法语、显得时髦而优雅的乔治，
把萨默塞特趁得又老又笨。国王贴心地提醒乔治，狩猎时要小心，打猎中经常有侍卫被摔死的事儿发生。狩猎正式开始，大家拼命地追逐着一只雄鹿。乔治和萨默塞特为了抢头功拉扯了起来。乔治看准时机，故意摔下马，还嫌伤得不够重，又在树上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然后在赶到身边的国王眼前上演了一场苦情戏。这可把国王心疼坏了，萨默塞特当然成了嫌疑对象。国王对萨默塞特冷漠不已，乔治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国王让他用自己的佩剑杀死猎物，并把血抹在他的脸上以示荣耀。当晚，乔治便成功爬上了国王的床。回城的路上，乔治终于坐上了马车，不用再站在路边发呆。萨默塞特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开始花样百出地取悦国王，并动用一切关系让乔治消失在国王面前。玛丽一直没有收到儿子的信息，亲自来到皇宫。她那过时的打扮和装束令在场的贵族们嗤之以鼻。乔治对母亲的到来也很冷漠，抱怨以前还有大卫能帮忙，而现在大卫忽然失踪，让自己在宫廷里孤立无援。大法官夫人又不失时机地上来呛声。另一边，看着萨默塞特夫妻俩当众与国王嬉戏打闹，王后怒不可遏。大法官悄悄告诉玛丽，自己还是很希望两家能够联姻。他觉得玛丽和乔治母子俩很有潜力，可惜这份示好很快就被嬉戏中的国王一脚踹在脸上，大法官落荒而逃。玛丽借机为儿子申诉，却被萨默塞特夫妻当众嘲笑侮辱，国王也让他赶紧离开。玛丽一出门就被王后拦住，王后怒气冲天地指责玛丽和乔治的无能，令她失望至极，同时对玛丽的出身表示怀疑，似乎玛丽伪造身份的事儿已经人尽皆知了。乔治站在楼上看着母亲的受辱，培根爵士忽然出现在他身边，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逃出皇宫的玛丽遇到了萨默塞特夫人的前夫。这个男人警告玛丽当心自己的前妻，他会使用巫术和咒语，而自己就是受害者。玛丽乘胜追击，问出了关于萨默塞特夫妻涉嫌一起谋杀案，死者曾是萨默塞特的秘书兼密友，因为反对萨默塞特的婚事而突然死亡。玛丽顺藤摸瓜，找出了参与此事件的每一个人：值班的守卫，制作毒饼子的女仆，卖毒药的药剂师，以及帮萨默塞特夫人制作诅咒人偶的巫婆。玛丽把这些证据交到了大法官手里。很快，大法官夫人就把此事宣扬得人尽皆知。乔治忽然病倒了，被怀疑是得了梅毒，送出了皇宫。培根把萨默塞特夫妻被起诉的消息带到了乔治床头。萨默塞特要求国王给他一份赦免所有罪的法律文件，可这份文件被枢密院否决了。于是萨默塞特大闹枢密院。培根认为乔治应该快点痊愈，回到国王身边。萨默塞特夫妻的根基已经被动摇。没过多久，案件的相关嫌疑人都被一一审问、定罪并处决。而萨默塞特夫人也被关了起来。走投无路的萨默塞特来求乔治帮忙向国王求情，甚至以身相许，但被乔治拒绝了。最终，在大法官、大检察官等一众人的努力下，法庭判定萨默塞特夫妻谋杀罪成立。萨默塞特彻底失宠了。玛丽再次出现在皇宫里，所有人都投来讨好的目光。大法官夫妻也愉快地与他攀谈。虽然法官夫人还是不打算结亲家，但口气却松动了不少。国王当面向玛丽表示很想念乔治，同时担心萨默塞特夫妻也给自己下了诅咒。而玛丽则及时地把儿子乔治领到了国王眼前。
当乔治拿起大提琴为国王演奏，悠扬的乐曲中，国王想起的是香艳的情景，而萨默塞特夫妻则是失宠倒台，身陷囚笼。在一旁默默看着儿子表演的玛丽，警告身边的培根离自己的儿子远一点，休想偷走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前途无量的少年。好的，3、4集的内容就是这些。玛丽·维利尔斯极力推动她的儿子乔治成为宠臣的行为，虽然体现了他对家族利益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自己孩子们的前途的精打细算，但其实他的这种行为像极了当代那些望子成龙的虎妈虎爸。区别在于，这些虎妈虎爸是恨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头悬梁锥刺股的挤破头读名校来光宗耀祖，而玛丽则是通过让孩子出卖色相和婚姻来光宗耀祖。从本质上，他们之间毫无区别。不过，我们也很难责备玛丽的选择，因为在17世纪的英格兰社会，改变阶层是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当玛丽的孩子并不具备良好的学习和商业头脑，又没有联姻的家庭背景时，政治和宫廷地位的提升就成了一条既危险又收获颇丰的豪赌。当玛丽在这条豪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投入的越来越多后，她是否还是那个深爱孩子的母亲呢？亦或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爱上这种奢靡生活的赌徒？但无论如何，乔治·维利尔斯成为白金汉公爵的飞黄腾达，确实让整个维利尔斯家族从此成为英国核心的贵族圈。老维利尔斯的血统里，除了出名的大白金汉、芭芭拉、伊丽莎白3大御用情妇外，约翰·丘吉尔也是他的太外孙，连乔治·华盛顿也是他女儿的后代。他的后代里一共出了27个公爵，16个首相。其实也不见得是维利尔斯的血统如何优秀，而是英国贵族圈子就这么大，一联姻基本每家都带点老维利尔斯的血统。贵族政治来来回回都是从这个圈子里选，导致最终维利尔斯家枝繁叶茂、能人辈出的局面。好的，今天就聊这么多，更多的精彩我们下期继续。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